被困在了這個秘密實驗室裡，我的記憶被消除了，然後現在所有人都莫名其妙消失了。那是什麼東西啊？我怎麼聽到哭聲了？哈嘍？目標是逃出這個實驗室。哇，這是什麼監獄模擬嗎？我來先解釋一下，作為一名地級人員，我的工作是參與那些有危險的實驗，近距離觀察異常現象。當然，那是一切正常的前提下。就目前而言，我要逃出去，離開這個地方。聽說只有罪犯才會被選中成為地級人員。除了太久沒更新視頻之外，我不覺得我還有什麼罪。如果一切順利，將会在30天內釋放我。真的假的？那肯定是假的。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想要逃出去絕对不會簡單。這時候你可能要問，啥叫收容失效啊？收容失效事件是指基金会对異常的收容措施失效，導致其脫離控制，也就是說那些怪物全都跑出來了。為什麼這裡會有一個雕塑？我怎麼感覺看上去好醜啊？怎麼消失了？剛才那個東西，也就是我們剛剛說的異常現象，它可能是個東西，也可能是個生物，还有可能是一種現象，但肯定不是啥好事兒。我覺得還是先別管它了，先出去要緊吧。辦公室？那其他人到哪兒去了？我刚刚不应該說一醜的，你很有藝術氣息，你知道嗎？我還有事兒。我操，你怎麼一瞬間就移過來了？還有機會和解嗎？現在你肯定有很多問題，但是別着急，讓我一一為你解答。可能你想問，剛剛那個是什麼玩意兒？剛才那個我們管它叫173，它是檔案中最早被記錄也最具有代表性的異常存在。我們這樣描述它，它是一個身高約1.9米的雕像，由混凝土和鋼筋制成。它的危險性來源於一條極其反常的物理定律，只要有人直視它，它就静止不動。一旦你视線中断，哪怕你只眨眼一下，就會以极快的速度移動到你面前。所以收容規定要求，任何进入其收容間的人员必須保持至少3人同行，以確保任何時刻都有人在盯着他。我靠，我沒事兒，我靠，脖子好疼。剛才是做夢還是啥？怎麼會？如果你注意到物品欄，你會發現我不是极限模式嗎？是怎麼復活的？別急，你會逐漸明白這一切的。這次還是別往前面走，換條路吧。看上去這裡人還不少，怎麼都跑哪兒去了？電腦也不開機。人卡。我剛才撿到的這種卡是等級為2的保密級權限卡，這種權限卡最高等級為5級。我撿的這種是為了研究人員準備的，只能查看少數的異常項目。同樣還有更多其他的卡，比如3級安保卡、4級主管卡，還有最重要的，也就是5級卡。只有了5級卡，才能打開大門逃出這個地方。這時候你可能就要問了，芷晶老師，我们該如何獲得5級卡？今天芷哥就教你一招，有2個辦法。其一呢，就像剛才一樣，搜刮設施，找出那些少得可憐的5級卡，冒着被異常圍攻的風險，這肯定也不現實。不行，權限
件不夠，打不開。其二呢，就是找到異常，利用異常的特性制作出5级卡。没錯，如果我們加以利用的話，其實異常反而能幫助咱们逃出去。哇，这裡怎麼修得像個迷宮一樣的？哎，隨便走一條路吧。012，什麼玩意兒？說不定會有用啊，可以去看一下。我去，這門還自己關上了，太經典了。这看上去也沒什麼特別的呀，為什麼要把一張紙關在這裡？哎，不對，上面好像寫了一些什麼東西。啊！尼瑪，疼死我了！真能復活啊！哇！但是這到底……啊，算了，不想了，腦殼疼不？我知道你現在肯定有2個問題：一呢，我為什麼可以復活；2呢，就是啥是012？哎，別急，我來給你一個一個解釋一下。異常項目012，這是一份殘缺的樂譜手稿，大概創作於18世紀早期。樂譜本身看上去沒有異常，但是有一個細節特別詭異，那就是上面的音符全部都是由血液書寫的。它危險的地方在於，任何人只要一旦看見這個樂譜，就會產生一種無法抗拒的強迫衝動，想要把它補全。幾乎所有的接觸者在這過程中都會失血過多，而他們真正寫的那部分也不可能讓這個樂譜完整。收容規程如下：禁止任何人員直接觀看原件，所有接觸必須在完全黑暗或隔離的條件下進行。OK， 說完012，我們來聊聊復活這件事。關於復活，我其實不能說太多。目前可以公開的情報是，大概率我也是被什麼異常影響了，所以才能一直重生。但是說真的，這可不是啥好事兒。178，我覺得和173差不了幾個數字。我覺得我又不傻，我覺得還是別進去了。還是看這邊吧，這邊我希望現在找到一些裝備，你知道嗎？找到一些槍啊之類的東西。哎，這個門怎麼是開着的？這是什麼？一碗糖？哇，沒啥傷害吧？畢竟都在辦公室旁邊。嗯。我嘗嘗，這不就是糖嗎？哎，正好餓了，再來一個，再來一個，一點創新都沒有。哎呀！異常編號330，一碗糖果，項目等級 Safe。它是一個看上去完全普通的玻璃糖果碗，裡面裝有數量似乎永遠不會減少的糖果。旁邊還有一張手寫紙，上面寫着最多只能拿2顆。這些糖果本身有一些各種口味，每一種顏色對應着不同的輕微的異常效果，有短暫的愉悅、感官增強，但是整體而言呢，對人體是沒有傷害的。但是不管是誰，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只要你從碗裡邊取出第3顆糖，你的雙手就會在瞬間被切斷，沒有任何預兆，沒有任何疼痛延遲，切口呢也極為平整。不過這也得知了一個新的情報吧，不只有在死亡的時候才會重生，只要我受到什麼重大傷害，也會觸發這個機制。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啊？你可能注意到了，這次我額外提到了異常等級這個概念。330的等級為 Safe， 這難道說它就很安全嗎？當然不是。異常等級只規劃了異常的收容難度。有一個比較經典的例子可以幫助你理解。想象有一個盒子，如果你把這個異常裝進這個盒子裡邊，它不可能自己跑出來的話，那麼它就是 Safe 等級。如果它可能會出來的話，那麼它就是 Euclid 的。如果你很難把它裝進盒子裡邊，那麼它就是 Keter。一個比較反直覺的真相是 ，Safe 等級不一定安全 ，Keter 等級也不一定就危險。就好比說，如果你有一個按钮，如果你按這個按钮的話，那麼地球就會爆炸；但是假如你不按的話，那麼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那麼這個也算是 Safe 等級。1025、207應該是數字越大的應該越安全。哎，衝吧衝吧，不慫了，好吧。
這是啥？一本書，又是书。OK， 我盲猜啊，打開這本書，然后我就记了疾病大百科啊。哦，我懂了，這本書上面記錄了所有疾病，所以呢，所以它就是異常。哎，看来這個是個好 SCP， 你知道嗎？我來看一看。異常編號1025。疾病百科全書，這是一本普通的書，內容是對人類的疾病的各種醫學描述，格式呢與真實的醫學參考書完全一樣。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任何人只要閱讀書中對於某種疾病的描述，就會立即開始出現這種疾病的症狀，不需要你接觸病原體，也不需要任何傳播途徑，只要你讀到它。收容措施如下：收容要求所于專用的收容櫃中，禁止任何人員在未做好充分防護和監控的情況下翻閱。任何測試須經高級研究員批准。其中有一個細節最令人不安，就是書中記載了一些現實中並不存在的疾病，沒有人知道讀到這些會發生什麼。就比如剛才運氣太好了，一瞬間就翻到了喪屍病毒這一頁。不是，這是啥動靜啊？怎麼這房間裡邊怎麼有人了 ？Hello， 這他媽不是我自己嗎？牛逼！那這是什麼？207？哇，好吵啊！我希望不要再給我瞎鸡巴東西了，好吧？他這玩意兒應該有用吧？哎，我不知道，試一試吧，試一試，反正我能復活，是吧？哇，這是好東西啊！我操，我現在我感觉我是神現在。這是什麼地方？1074啊？我操！你他媽又來！放我出去！不行，他媽划不開了！滚啊！哎！我去你的！哎呀！異常編號207，報告恐怖屏，下面的你是。異常編號1074，斯湯達噩夢。這是一幅肖像尺寸的油畫，畫布原料均為普通材質。如果你用相機拍它，那麼它看上去就是一幅塗滿了均匀灰色的畫布啊，這個與普通畫作也沒什麼區別。但是如果有人親眼看它的話，那麼觀察者會立即出現類似於斯汤達綜合症的生理反應，心跳加速、出汗、眩暈。這個斯湯達綜合症呢，其實是一種真實存在的心理疾病。人在面對極度震撼的藝術品的時候，會因為情緒過載而產生的身體反應。順便呢，我多說一句，我真的很期待最近要出的那個短片《加流屍胎》。隨着時間推移呢，我其實感覺沒那麼疼了，是我逐漸習慣了嗎？又他媽是你這個逼動靜！這是啥？咖啡機？真無聊啊！這咖啡機有啥用啊？這是啥？哎呦哎呦！哇，什麼玩意兒啊？這麼直接的，直接扣血就……哦，無敵了！行，再見。出不去了，那行吧，那死出去吧。其實剛才那台機器呢，也就是那台咖啡機呢，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那是一台能輸出所有液體的咖啡機啊，就比如說什麼液態黃金這種東西。但是很明顯，我們的主角呢，這個不小心錯過了，這也沒有辦法。而剛剛那幅藍色的畫可就有說法了，它是異常項目151，代號孽王之畫。它呢是一幅1米乘1米3的油畫，畫面視角比較獨特啊，像是在水下仰望水面時的那種場景。如果你看到這幅畫的話，那麼你會出現溺水的症狀，你的呼吸會逐漸變得困難。解剖結果顯示，死者肺部出現了很多海水啊，儘管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海水。醫療干預呢，可以延長這個過程，可以讓這個多活一段時間，但是根本沒有辦法阻止。但是有個細節是，如果你拍攝它的話，這个是沒有任何效果的，也就是說照片的話是沒用的，只有你親眼看到這幅畫才會有效果。不知道你們注意到一個細節沒有，就是這個門怎麼又打不開了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對吧？別着急，等一下這個幕後真兇就會浮出水面。目前的目標呢，還是獲得5級卡。有了5級卡，能在這裡暢通無阻。但是問題是什麼異常才能幫咱們獲得5級卡？難不成只能一個一個試嗎？
372，what？ 这是啥呀？其實我感覺我也能復活，應該不用怕。這不這玩意兒嗎？一個大螞蚱。項目編號372，代號室外幻獸，項目等級尤克里的。其實我可以簡單總結一下，這就是一種只會出現在你視野盲區裡邊的蟲子。也許你偶爾可以從你的眼角裡瞥到一眼，雖然它大概率不會殺你，但是其實還是挺恐怖的，是吧？我直接把玻璃打碎吧。我剛把你放出來，你就這樣對我。拜拜。异常編號500，代號萬靈藥，項目等級 safe。其實我可以簡單說一下，這種藥其實就是一種能治癒所有疾病的藥，任何疾病只要你吃一粒兒，直接痊癒，沒有副作用，也沒有禁忌症，沒有任何限制。不論你是感冒、艾滋病還是什麼癌症，哪怕是醫學完全治癒不了的疾病，而且沒有任何後果。基金会其實曾經嘗試過複製這種藥片，但是結果顯示，這種藥的成分呢和任何已知的成分都不匹配。也就是說，我手上的這47粒兒，就是目前全人類唯一擁有的47粒500。這其實是異常項目中極少數對人類明確有益處的這種異常。比起剛才那個，我們接下來要說的這個更是重量級。異常編號093，代號紅海物件，項目等級尤克里的。093呢是一張直徑約7.62厘米的紅色圓盤，有一種近似朱砂的複合石料雕刻而成，表面布滿深淺不一的凹凸圓痕和未知符號，可以握在手中。當你握它的时候，那麼這個圓盤的顏色會發生變化，顏色的變化由持握者內心中所懷有的悔意程度改變。這聽上去也沒什麼特別的，對吧？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鏡子上面，那麼這個鏡子本身會變成一個通往平行世界的入口，圓盤的顏色會通往不同的地點，但這些所有入口都會同時指向同一個世界。關於這個世界呢，讓我來為你演示一下。這個世界的地球呢，已經徹底被毀滅了，城市空無一人，建築腐朽，農田荒廢。偶爾你能在廢墟中找到一些幸存者的痕跡，但是已經很久沒有活人的氣息了。描述中提到，地表有大群的生物在蠕動，它們的體型是正常人的50倍以上，手臂短小，完全沒有五官。這些生物被稱之為不潔者。也許你也會好奇，這個平行宇宙中地球是怎麼毀滅的？我們可以從幸存者的筆記中拼湊出真相。大約在350年前，有一個自稱所謂神明的存在降臨在這個世界中，向人們提供高科技與能醫治百病的神之類。後來呢，他們以消滅不潔者為名發動戰爭，將所謂的不潔者進入神之類中，反而將他們變成了那些無法被擊殺、會吞噬一切活物的无臉怪物，最終導致整個文明崩潰。其實呢，這些怪物也曾經嘗試過入侵咱們的宇宙，只不過有一名基金會特工通過093進入了這個世界，摧毀了作為關鍵裝置的圓盤陣列，成功將偽神囚禁於這個不潔之地，阻止他繼續向其他平行宇宙擴散。不過那位特工呢，去了之後就再也沒能回來。我都已經多少次了？我希望914。如果你提前看過劇本的話，你會知道這台機器就是我們一直在找的機器。什麼是914？這是一台重達數噸、占地約18平方米的巨型發條裝置，由傳動螺桿、傳送帶、滑輪、齒輪和彈簧等零件構成，共有800萬個活動部件，材質以矽和銅為主。它沒有任何電子組件，唯一的動力來源是選擇面板下面的一條主發條。装置兩側各有一個獨立艙室，分別注明輸入和輸出。中間的控制面板上有一個大旋鈕，可以波動到5個不同的刻度上面，它們分別是粗加工、半粗加工、1:1、精加工、超精加工。操作方法特別簡單，把東西放入輸入艙，拨好刻度，拧緊發條，等待5到15分鐘，從輸出艙取出結果。你可能會好奇這些刻度分別代表什麼？它們分別是粗加工，通常呢會徹底損壞放入加工的物品啊，它們可能會被擊碎、會被燒毀或者嚴重腐蝕。半粗加工與粗加工類似，破壞程度較輕啊，它們會被粗糙改造或者部分損毀啊。例如，如果你加工一把槍的話，那麼這把槍會卡殼，會這個缺少零件。1:1呢，物品會基本按原樣輸出，但是可能在外觀或細節上略有變化。這個1:1它遵守某種等價交换的邏輯，放入一枚硬幣的話，出來的可能是另一枚價值相當的硬幣。精加工呢與超精加工，輸入的物品會被升級，以某種方式變得更加机密或有用。如果把一些別的東西
在這裡不加工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有一個著名的測試案例是這樣的：把一塊普通鋼鐵放進超轻加工檔之後，输出了若干气体以及一克未知金屬。这種金屬能抵抗5萬摄氏度的高溫，無法用任何力量彎折或破壞。同時呢，是近乎完美的電導體。把手機放進去，會輸出一部更加強力的改良版手機。把一本字典放進去之後，會輸出一本據稱對所有語言均適用的字典。你可能會好奇，如果把人放進去會怎麼樣？我得說，基金會曾經做過這個實驗，但是呢，數據已經被刪除，並且自那之後，任何生物測試均被禁止。我感覺有戲啊 ！Hello， OK， 加工中。哦，好的，牛逼，一次成功，我就是天选之子。既然咱們現在有了5G 卡，那麼是時候前往下一個區域了。也許你不知道，咱們目前所在的地方是轻度受用区，這裡關着173、372這種比較相對穩定一些的異常。而接下來咱們要去的地方是重度受用區，這裡關着的才是真正可怕的東西。但是沒辦法，只有經過重度受用區，咱們才能出去。也許你會想問，這些區域之間到底有什麼不同？別急，我之後的視頻中會告訴你。警衛室。OK， 電腦依舊沒電，有什麼東西被關閉了嗎？這是2套電源配置啊，咱們待會兒可以重啟一下電源吧，也許。這裡有什麼東西？有把槍。剛才我發現的這把槍是名字叫 COM-18的一把手槍。這把槍呢，對應現實中的格洛克18的改編版本，是 MTF 成员和設施警衛最常用的隨身副武器，半自動，彈容量適中，適合近距離应急使用。當然呢，這個設定來自遊戲秘密實驗室。在恐怖遊戲裡有槍了可不是啥好事啊。对吧？有槍了總歸算是件好事吧。咱們这就離開營收了。這是一個特斯拉門。什麼意思？我來解釋一下特斯拉門。這個特斯拉門呢，本質上是一種高壓放電安保屏障，安裝在設施的關鍵通道入口處。它的作用是作為最後一道防線，阻止受容突破時異常在設施內自由移動，對於絕大多數生物和異常的實體造成致命性電擊，不論你是人還是怪物。配合門禁系統使用的話，如果你持有合適的權限，那麼你可以安全出入；沒有權限者的話，會直接被電死。但是問題是，這個門呢，目前出現了一些故障，它很明顯是被某種異常控制了。哪怕咱們有了5G 卡，這個電門也會一直放電。所以說，咱們現在有2個方法：一呢，要麼放電的間隙衝過去，要麼就只能找辦法關閉它了。OK， 我懂了，它這個門中間會有一個間隙，能讓咱們直接衝過去。很煩啊。OK， 算是過來了。啊，這裡不會是那個無線樓梯吧？不可能。動手。哇，就是那種感覺，我的媽！重度收容區。还是沒電，這現在只有燈光系統有電是吧？燈光和門有電，這些系統之類的都沒有電。哇！049，這是啥東西啊？哦，這裡有電梯啊！我還以為這種行挺高端的，還有電梯呢。那看來這個設施不小啊。哦，這就是049。I wasn't aware we had company. 哎，幹嘛？真的服
了，一上來就這麼個。Hello， 我靠！不是，他手起刀落，给我变成僵屍了。原来那個僵屍病毒是你造的。異常編號049，代號瘟疫醫生，項目等級優惠的。這是一個外表穿着中世紀瘟疫醫生服裝的人形存在，黑色長袍、鳥嘴面具，手持醫療器具。他會說話，有自己的思想，甚至相當有禮貌。任何被049直接觸碰的人會瞬間死亡，死因呢沒有辦法用任何現代已知的醫療手段解釋，細胞沒有壞死，器官沒有損傷。就是突然沒有生命體徵。049本身呢，將這種行為稱之為治療，聲稱他能感知到人類身上存在一種他稱之為瘟疫的東西，而觸碰是消滅瘟疫的方式。049還會對受害者進行手術，用他隨身攜帶的古老醫療器具對屍體進行改造。手術完成之後呢，屍體會復活，變成049-2。049-2其實說白了就是僵屍，沒有意識，只會服從049的指令。不行了，得溜。別！一上来就這麼刺激，咱先撤吧。我剛剛想到一個非常恐怖的事情，如果咱們剛才沒逃出來的話，那豈不是049就變成僵亡博士了？看來能復活確實不是啥好事兒。哎。哦，這裡有些盔甲。哇，這一套應該就無敵了吧？哇，牛逼！哎呦，现在可千萬別坑啊！等一下，我怎麼有種不祥的預感？算了，無所謂。這是啥？這是電網。給他們碰到，有個火把。我操！電我一下。Hello？ 你是幹嘛？哎，其實我都有點懶得解釋了，每次都是一擊必殺，根本沒有任何戰鬥的餘地的，那槍就跟滋水槍一樣。但是還得說，剛才那個大哥呢，是異常項目076，代號亞伯。這個哥們兒呢，是咱們遇到的第一個收容等級為 Cater 等級的這個異常。076分為兩個部分，076-1呢，就是剛剛那個棺材啊，它的表面呢刻滿了未知的語言和符文，材質堅不可摧。石棺內部空間遠大於外部體積，類似於裡邊有一個亞空間的結構。076-2呢，就是亞伯本人，外表為一名身高約1.8米、深色皮膚的青年男性，體表有大量符文，與石棺上的符文一致。亞伯是一名極其危險的近戰殺手，他的反應速度、力量都遠超常人，他能從虛空中召喚出各種近戰武器，比如刀啊、劍什麼的。如果亞伯死亡，他會在076-1的石棺中復活，復活時間可能是幾個小時，也可能是幾天。亞伯這個大哥呢，他非常喜歡狩獵，他對一切生命都會產生強烈的殺戮衝動，極難控制。他出來了，他弄不死你。哎，哎呦，這個門都燒得通紅，你知道吧？
听到哭聲了。操，太黑了，看不清楚啊！嘿，我靠！哦，我知道，这個不是求生之路裡邊的那個尉遲嗎？男版尉遲，只要咱們別太靠近他，就問題不大。異常編號096，代號羞澀的家伙，項目等級尤克里的。096是一個人形生物，身高約2.38米，體重極輕，皮膚呈現灰白色，肌肉也幾乎萎縮了。096在沒有被觸發的情況下，會在收容間內漫無目的的徘徊，偶爾發出哭泣聲。他對周圍環境幾乎沒有反應，也不會主動攻擊任何人，基本無害。但是096一旦被觸發，也就是任何人，不論你通過什麼方式看到他的臉了，哪怕你是照片、視頻截圖，還有什麼像素極低、模糊不清的那種照片也不行，只要你看到他的臉，他就會被觸發。一旦有人看到096的臉，096就會立刻開始痛苦的嚎叫、哭泣，並且進入狂暴狀態。隨後呢，他會以極快的速度衝向觸發者，不論他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他都會不顧一切的追過去。觸發者的死亡方式通常極為慘烈，幾乎就沒有留下任何可以辨認的遺體。在這之後呢，096會蜷縮在原地，重新恢復平靜狀態。我以為只要堅持下去，就一定會有答案。但是已經走了這麼久，事情可從來沒有好轉過。有時候我也會想，是不是放棄更簡單？但有那麼一瞬間，我突然想起來，我可不是因為容易才堅持到現在的。我想要出去，不是因為容易，是因為外面有我沒見過的光。What the fuck？ 咱們得重啟電源啊！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OK。低頭，低頭，低頭，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這回應該電腦就有電了。我靠！就這麼點時間，怎麼可能？什麼阿爾法核彈頭？不是，這也太巧了吧！不管了，不管了，直接空轉這兒了。這他媽也太巧了吧！我靠，真是！这怎麼關啊？怎麼關啊？這個？這就關了？不是，這也太巧了吧！哇，这边有好多装备，这边有药，啊，也行吧。哇，这么多子彈，剛剛子彈已經耗盡了，是吧？有把新槍 P90，哎，這把槍用的也很多啊。可以的。但是我总感覺槍其實沒什麼鳥用啊。這事情的發展像是有人提前計劃好的劇情一樣的，不過無所謂了，反正眼下是安全了。Listen carefully. You need my help. I need your help.
You have disabled the remote door control system. Now, I am unable to operate the doors. This makes it significantly harder for me to stay in control of this facility. It also means your way out of here is locked. Your only feasible way of escaping is through Gate B, which is currently locked down. I, however, could unlock the doors to Gate B if you re-enable the door control system. If you want out of here, go back to the electrical room and put it back on. Until then, I have no business speaking to you. OK， 也就是说，现在想出去的话，就只能听那个 AI 的，被 AI 指挥，我就知道伊隆马夫是啥好人。不过只要他没有骗我的话，其實我也沒得選，是吧？那我的任務就只有一個了，重新啟動遠程控制系統，我離開這個鬼地方。不過現在電腦有電了，我覺得可以開機來看看這裡到底是個什麼破地方了。視覺防禦目鏡，感覺是好玩意兒啊！哦，專門用來應對096的，可以啊，好東西。不過說真的，我剛剛也仔細看了一下，這裡是專門關押超自然生物的地方。雖然說我的身份是所謂的可消耗類型人員，但問題是其他人呢，一個工作人員都沒有。準確的說，我在這裡除了怪物以外，沒見到任何其他同類啊。不過我要是一輩子被關在這裡的話，可就慘了。好歹現在是有人和我說話了，雖然他是 AI 吧。但是話又說回來，我的同類是人還是怪物呢？我靠，什麼玩意兒？一坨鼻涕啊！等等，它有什麼效果嗎？哦，爽了！哇，這個可以生命回復的，牛逼啊，好東西啊！哎，999！我靠，這麼多啊！爽了，世界上還是有好人的，好吧？這要硬找到什麼時候啊？像迷宮一樣的這裡，哎呀，我服了！啊，這真有劇本吧？這怎麼這就到了？這奇了怪了！如果這樣說的話，那豈不是給我那個頭盔？完了，沒事，是時候啟動頭盔了。啊！什麼？完了！再見了，這個世界。還記得我剛才問的那個問題嗎？其實比起人類，我更像是怪物吧。普通人可不會復活。但是我呢？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直到現在我還能站在這裡。沒有人給我答案。一次又一次睜開眼睛。在那些本來應該永遠閉上的時刻，但是即便如此，我內心深處一定是人類。我知道，不是因為我能證明，而是因為我能感覺到那種衝動，那種會痛會怕的感覺，那是人類才有的東西。我一定會站在人類這邊，我不是怪物。
我现在開始考慮一件事情了。假如我要是就這樣出去了，那些怪物不也會知道我出去嗎？那到時候外面的世界可不就……我的天哪！我不能出去，我必須得把他們關在這裡。但是問題是我該怎麼做呢？把門反鎖上嗎？我估計應該做不到吧。畢竟那個破電腦都已經有了那個權限了，不是嗎？也許我可以回去啟動核彈嗎？但是如果啟動那玩意兒的話，最好的結果是能讓我復活的異常消失了，然後我再也沒法復活了。最壞的結果就是我還能復活，然後我就會被一直埋在廢墟裡。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假如果我出去的話，外面的世界是一片廢墟，那出去還有什麼意義？最好趁現在我還沒反悔，趕緊！我的天哪！我怎麼會遇到這種？難道就一定要讓我當這個英雄嗎？為什麼偏偏是我啊？我怎麼會遇到這種？難道就一定要讓我當這個英雄嗎？有太多的謎團還沒有解釋清楚，我到底為什麼可以復活？我現在大概猜出來了，我可能是因為什麼異常，但究竟是什麼讓我可以復活呢？還有就是我的記憶怎麼被消除了？我到底是誰？難道我真的是一個什麼罪犯嗎？也許我真的有什麼罪，但是既然我都拯救了全人類了，我相信他們肯定會原諒我的。說起來搞笑，我逐漸開始認路了，明明這裡像個迷宮一樣。我真討厭這首歌。哇！事情怎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的？我無怨無悔。这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了。如果你喜歡的話，不要忘記點讚、投幣、熱推，關注、訂閱都可以。如果你想看什麼視頻題材的話，也可以在視頻評論區裡邊告訴我，也許我真的會做呢，是吧？不管怎麼說，好久不見，我又回來了。